九龙绕弓，万花齐放，真的麒麟儿降世，大钱当行万年。这转场也太硬了，上一秒刚被捅，下一秒就重开了。那老头卖的石球，果然是个坑。16年了，每天雷打不动修炼4个时辰，比前世996还兴奋。结果 KPI 全被这破石头吞了。这种只让加班不给发薪水的日子，老子真想辞职不干了。小皇子快让路，是大皇子他们的赤血龙马。这不是咱们那位九龙神子吗？16年了还是催体镜一中。绩效考核还没结束，谁是混日子的还不一定。为何我的青鸾剑会对那个公认的废材产生畏惧感？九皇子叶凌晨上台受礼。哼，父皇，若是凌晨还是测出白光，这个神子的名头怕是该摘了吧？宿主16年加班还债一笔，混沌根基一成。恶灵杯碎了，这可是能承受黄极境攻击的至宝，极致天赋，超越天道承受上限。16年的这儿臣还轻。臣儿16年执服，朕竟不知你已修成了这般底蕴。糟糕，老射出本能，把心里话吐露出来了。橄榄星这叫讨薪，在这里这叫要命。父皇，儿臣这16年并非刻意隐瞒，只是儿臣所修之法特殊，讲究9盈1亏，若不到圆满之日强行出头，便会前功尽弃。这种甲方话术，老子以前1年能编300，糊弄这皇帝老儿应该够了。好一个9盈1亏！既然天赋已归，即日起迁出冷清的偏殿，入主凌云阁，赐令10万枚，准你入藏金阁。16年供养，宿主肉身已成混沌红炉，当前境界聚气敬酒重巅峰。这就道具气境巅峰了，别人修16年都不一定能到，我这属于带薪休假后的一次性补发。宿主，由于你前世神魂稳固，石灵开启第2项功能，万法解析，可看穿一切功法漏洞。不求皇子果然深藏不露，但这皇城不需要第2个太阳。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加班很累，但如果有人想让我永久下班，我不介意送他去见阎王。昨日你在演武场的表现，整个京城都传开了，但我感觉得出你并不想留在京城。唉，苏郡主，你知道对于一个想躺平的人来说，出名是多么大的负担吗？现在的我就像是被挂在热搜上的倒霉蛋。你是大前神子，理应承担兴旺皇朝之责。这盒内侍洗髓清心丹，家父让我转交，希望能助你巩固境界。洗髓清心丹极品，副作用长期服用将产生灵力依赖，受制于赠丹者。这苏大将军看来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丹药我就不收了，苏郡主。至于婚约，如果你想退，我随时配合。你觉得我会因为你之前的平庸而退婚，还是觉得现在的我配不上？检测到上古残篇大荒遮天手，等级不可估量，目前残缺程度9成。九皇子，这卷残经害死了皇室3位经才绝艳的长辈，千万莫要自误。多谢前辈提醒，但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就喜欢挑战那些甲方说完成不了的任务。
正在通过万古挂机能量进行推演，推演成功。混沌遮天手一式碎空力量，如果在那晚遇到抢劫犯时就有，我也许就不用穿越。不过既然来了，谁也别想再让我当那个任人宰割的打工人。小弟光有天赋可是够，连畜生都收拾不了。父皇会收回凌云阁。既然你们想看戏，门票可不便宜。聚气镜，这股威压直逼天玄境。陈儿，你这手段……父皇，儿臣近日心有所感，京城虽好，却不利于儿臣体悟大道。如今北境蛮族作乱，儿臣愿前往真北关，为大前手落幕。这废材竟然自己找死！北境可是那帮蛮子的天下，你可知，去了北境，朕也保不住你。儿臣不需要保，儿臣只是厌倦了这皇宫里的人情往来。在这个到处是监控的地方，怎么偷偷升级？北境虽然乱，但是没有领导查岗啊。好，朕赐你镇北令，调动3000骁骑。若你活着回来，这太子之位，朕许你。前世离职时，同事们也是这样看着我，半是庆幸，半是冷笑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跳出这口熬人的枯井，外面的空气有多甜。出发，目标镇北关。青鸾郡主，您这是？北境蛮族凶残，大前神子不容有失。家父已奏请父皇准我亲兵100人，随军北上，护救殿下周全。护我周全，怕是这监察部门还是不放心，非要派个高级督导全程跟着。不过这督导长得确实赏心悦目。夜凌晨，北境不比京城，那里没有温软的床铺，只有喝不完的冷风和杀不尽的妖蛮。你真的做好了准备？郡主，你见过为了生活每天奔波16个小时，却依然看不见未来的普通人吗？比起那种活法，北京的风其实很暖。检测到前方3000米有大量负面能量聚集，夹杂阵法波动。我就知道这趟差旅绝对没有报销单上写的那么顺利。大皇子派来的清理工精等不及了。大秦境内另有死士伏击皇子，尔等眼中可还有王法？这里没有皇子，只有死人。哎，原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陪你们玩，可你们非要逼我这个老员工加班。万法解析启动。
出手的时机太准了，没有多余的一丝灵力浪费，每一分力量都用在了对方的死穴上。这不是天赋，这是杀戮中的艺术。你既然有此实力，之前在京城为何要忍受16年的羞辱？如果你展现出来，陛下绝不会那样。郡主，展现实力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为了引来更多的麻烦。在前世，在我的理解里，过早暴露底牌只会被上司压榨得更狠。我不懂你的怪谈，但我知道，身为大前子民，实力是守护家国的利器。你拥有这样的力量，却选择隐藏，是对你天赋的亵渎。虽然你性格顽劣，言行古怪，但今日在峡谷，你并没有退缩。苏婉离，收回之前的轻视，从今日起，我会真正视你为我的未婚夫。在大婚之前，我的命会挡在你的前面。这姑娘真是个憨憨，在这种尔虞我诈的世界，这么正的三观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这种被人护着的感觉，好像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那么一点点。由于你刚刚经历高强度时，寡击双翼翻倍。当前解析进度，苏万离的青鸾剑意相似度30%，可转化为混沌剑气。不用，他的剑是纯粹的，我的混沌石灵太霸道了，别坏了他的剑心。既然这辈子不得不当这个九皇子，那至少得护住这些在这混蛋世界里还算可爱的人。蛮族吗？希望你们能比京城那些阴沟里的老鼠更精打一点。这种环境搁在以前那就是典型的恶劣办公条件，零下40度，还没有暖气，大前的士兵能在这里守上1000年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王朝的 KPI 执行力简直恐怖。宿主，此地名为歃血洞土，地下埋葬了无数妖蛮与人族强者的尸骨，煞气集中。挂机系统已自动切换为煞气炼体模式。来者止步！北京重地，无军令者私闯，斩！放肆！此乃当昭九皇子殿下，手持镇北虎符，还不跪下！虎符在此，见佛如见父皇。各位守关辛苦，故今日来，不是来享福的，是来跟各位一起守门的。镇北冠副将张虎参见九殿下。北京风大，愿殿下莫要嫌弃。他并没有摆出皇子的臭架子，反而精准地抓住了北京汉子最看重的尊重。这个叶凌晨真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废材吗？陛下，北京不养闲人，更不留废物。这一线后是拿命竞的，要是喝不下去，就请朕早回京城。老子以前为了谈合同，在酒局上杀得那帮老狐狸进医院的时候，你们还在玩泥巴呢。不是好酒，就是敬酒的人废话太多。张副官，别拿酒来试我的胆量，拿你的粮草账本来，那才是真能吓死人的东西。今日殿下带来的物资虽竭了计，但瞒不过您。若蛮族3日内发起总攻，关内撑不住。我不喜欢加班，更讨厌守城等死。3天，我只给蛮族1个晚上。今晚，我要让他们这辈子都后悔踏入大前半步。这边家坊像斧的这种灵风，那得先问问老子手里这根杠杆够不够硬。叶凌晨，
你刚才在席上说要一碗定胜负，到底是狂妄自大，还是……殿下，满族今日绕过烽火台，已经杀到关下100米了。本想早点回京养老啊，可这地方的人太实诚了，我不忍心看他们白白送死。传我令，开城门，孤要一人一骑去屠了他们的先锋营。万岁！大前皇子，好大的一条鱼！拿你的头祭奠邪神！叶凌晨，小心！加班时间到了，而且这班得见血。混沌遮天手，破空！凡踏入此关1步者，皆杀！殿下神威，今日若非殿下，蛮族死士入城，朕北冠必将生灵涂炭。这种场面话听听就行。职场第一守则，功高不能盖主。虽然这主是我亲爹，但北境这些坐地虎，怕是已经坐不住了。万古挂机收益提升20百分比，聚气境9重巅峰，瓶颈松动。本以为是个废材，丢到这儿来送死，好让我们跟大皇子那边有个交代。可这一手混沌遮天，这天怕是要被他遮住了。父亲何必惊慌？这皇子再强，也得吃饭，也得修炼。北境的灵矿和粮草捏在我们手里，他想在关内立足，就得拜我们的码头。张虎虽勇，但北境政务繁杂。郡主，如果你发现一个项目经理把公司的公款吞了，你第一反应是报警，还是先看看他吞钱的账本？何谓项目经理？何谓报警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若乖乖听话，我就当没看见。沈家沈万山参见九殿下，家父感应殿下斩蛮之功，特命小人送来这些微薄礼品。这种送礼夹带私货的戏码，老子在蓝星见得多了。这里埋伏了至少50名真武境的高手，阵法隐而不发。他们疯了吗？竟敢在关内伏击皇子？他们没疯，他们是在面试我。如果我被吓跑了，我就只配当他们的傀儡。殿下，北境苦寒，唯有这烈焰焚身酒能御寒。殿下请。
酒是好酒，就是劲儿小了点儿。沈总督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想让我帮沈家拿到北境所有灵矿的开采权？殿下快人快语，北境60%矿脉由我沈家打理。若殿下愿意在呈给陛下的密信中，沈总督，你是看不起我，还是看不起大前皇室？我要的是5成，而且是沈家现有的1半库存。作为回报，我可以不追究你们沈家私下勾结大皇子偷运军粮给蛮族。你休要血口喷人，证据何在？这上面记载的是沈家商队去年的路线，为什么在蛮族封锁期你们能自由进出，还需要我继续读下去？这种掌握对方黑料然后谈合同的感觉，可比卑微求客户爽多了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勾结蛮族？如果他刚才狗急跳墙，我们未必能全身而退。他不敢。像他这种老油条，最怕的就是失去现有的地位。我表现得越胸有成竹，他就越觉得我背后有父皇留给我的禁军暗卫。你这是在玩火。哼，郡主，这叫资源整合。恭喜获得大量资源，当前挂机经验充盈，检测到瓶颈破碎，正在晋升真武境。这些就是大钱最好的兵。这些是伤残营，朝廷每年拨下的抚恤金，大半被军需官克扣。他们这斧头轻了，重心偏向左侧3分，是你为了掩盖左臂的剑伤吧？曹校尉，殿下，您如何知晓老兄？我不只知道你，我还知道这里的每一个弟兄。张三缺了3根指头，那是为了救抛泽挡下的。那王五背上的火毒还没清，那是3年前在烈火谷留下的。在杀回荒原吗？检测到罕见体质9幽冥活体，由于经脉堵塞导致修为倒流，建议以混沌真气引导。他们说你是经脉尽碎的废材，可在我眼里，你是这镇北关最锋利的一把刀。单纯给钱买不来忠诚，这就是孤在北境的第一块班底。不可能！这镇戍的防卫被人动过手脚，若强行修补，半个镇北关都会被炸飞。沈家那群蠢货！莫大师，这乾位与坤位的灵力流转似乎慢了一拍。您看，这像不像是因为地脉寒气入侵，导致灵力粘稠？黄口小儿，懂什么？地脉寒气粘稠，
我怎么没想到？不是阵法坏了，是环境变了。殿下，刚才那一指是巧合吗？莫大师说笑，姑不过是看那里的光亮不顺眼，随口一说。全赖大师通天彻地的手段，北境百姓才得以安宁。此子深不可测，他明明看破了真相，却把面子留给了老夫。这样的人物，何愁大事不成？沈总督，我本想给你一个提前退休的机会，可你偏要在最后关头把公司的核心机密卖给那些外族，这一单你签的是卖命契。殿下，那是外族的祭司逼我的，他们手里有我沈家百余口人的命。林星，信上的内容确认了吗？主上，沈家暗室中发现大皇子与蛮族巫王的往来密信3封，勾结外人，出卖机密，你愧对这北境数十万无辜的百姓。乌今日查实，沈从龙勾结蛮族，他吞下的每1两军饷，都是弟兄们的买命钱。孤今日不待父皇杀他，孤待那些在荒原上死不瞑目的弟兄们，借他的头一用。蜀主请注意，极度危险目标靠近，对方携带大量死亡能量，那时蛮族还是极贪的气息。之前的试探结束了，看来沾了沈从龙，触动了对方的最后通牒，这般看来是非加不可了。这就是战场吗？天怎么是红的？到处都是碎肉的味道。我还没娶隔壁的小花。别看天，看你前面的那头畜生！九殿下就在后面看着我们，你要是敢退一步，老子先躲了你！殿下，老曹这条命今天就还给北境了。妖孽受死！我乃镇国之女，这里的战斗没有任何美感，只有最原始的撕裂与崩碎。为了殿下，为了北京，杀了这些畜生！这种绝望中的爆发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现在的统帅不是那个只会在后方享福的皇子，而是给了他们尊严的叶凌晨。殿下，护城阵法能量剩余不足30%，那蛮神虚影太强了。莫大师，再撑半个时辰，既然他们想玩大的，那姑就给他们一个终身难忘的福利。
谁敢言退？区区一尊邪神分身，也敢在姑的地盘撒野，这一块业务姑接了。我杀了他！他是大天皇朝气运所在。击灭！那是殿下，在杀神。龙归位，殿下神威，将士们随我冲！这就是我的夫君，大秦的希望。孤城大秦之运，立于此关。凡我将士，伤者必医，死者必须。只要孤还在一日，蛮族半步不得入关。殿下，这300人都是百战余生的高手，最弱也是聚气境7重以上的。前世招人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这种只有硬技术，没有团队协作的高手。北境接下来的仗不是靠单打独斗能赢。聚气境9重以上的，出力！姑问你们，若军令与你们的直觉相悖，你们选哪个？直觉，你要随机应变。臣不在乎运营。不需要自以为是的。你为什么不参加选拔？你是这次守城战中唯一一个在蛮神威压下没退半步的新兵。你真先让袍泽们入土为安。记下来，他是第一个。我要的亲卫，心要像这北境的铁石一样稳。检测到镇北关地底100米处，有一股极强的剑意波动，非生非死。这就是沈从龙宁死也要守住的地底秘密。北境的剑疯子，看来这长线任务终于露出头了。蛮族以女子为弱，今日便让他们知道，我大前女子之剑亦可斩断蛮神之脚。出击！叶凌晨说过，战斗不是拼命，是寻找对方的逻辑漏洞。他的话虽怪，却极有道理。你今日这一仗打得漂亮，我本以为你会硬冲，没想到你会用这种伏击手段。这叫资源利用最大化，不是你教我的吗？完了，这正义感十足的姑娘，开始被我这社畜思维带坏了，居然学会算计了。
皇室的人，沈家那个贪婪的小辈死了，沈家覆灭了。哼哼哼，你身上有混沌的味道，老先生。如果您真的有心驱逐我，刚才那3道剑气就不会只是擦肩而过了。这是我的部下，天赋绝伦却无人指点。老先生，您的剑道若是在这地底绝了传，还是真正的遗憾。你能给老夫什么？让这北京的蛮族在老先生的剑下颤抖的机会。这种高级顾问绝对不能强逼，得用文化传承这种高端价值去打动他。想让老夫出山，可以。你借老夫一剑，若不死，这残命便卖给你了。请私教。殿下，这是自家熬的，您尝一口。好手艺，铺子修好了就早点开张。北京不能总是冷冰冰的，得有烟火气。前世在公司，员工见了我都躲着走，现在在这朝不保夕的边关，一碗粥居然喝出了比年终奖还烫贴的味道。那也许就是那老头把我弄到这儿来的用意。这不是施舍，这是你应得的红利。大钱欠你的，古来不，姑欠你的，这辈子都记着。愿为殿下笑死。他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去鼓动士气，却用最扎实的利益和最真诚的眼神，把这北境的魂给守住了。这种威望，已经超越了九皇子这个头衔。殿下，现在镇北关内的民兵和正规军只认虎符，更认您。哪怕朝廷现在下旨调您回京，恐怕这几万人马也会跟着您走。我要的不是私人武装，我要的是一支能让蛮族听到名字就胆寒的钢铁之师，检测到极强的信仰之力汇聚，石灵空间内积运值大幅提升，挂戟加速开启，3倍速。陛下，沈家已出，九殿下御镇北关，战满神虚影，收复神、赵两家参与矿权，目下在北京威望无两。沾了蛮神虚影，臭小子，比朕当年强多了。陛下，九殿下接管军政，甚至擅自更改服虚条例。大皇子那边已经参了他10几本，蓄意谋反了。晨儿，世人都以为朕把你丢到北境，是任你自生自灭。却不知这皇宫是一口毒痰，朕的其他儿子都拦在了权力的算计里。唯有这苦寒之地，才能磨出你这一柄战龙剑。大人，您的东西。这老头子派了那么多人盯着我，却在暗中给我调集了3批隐藏的军需物资。沈家的烂摊子收拾完了，就给老子滚去修炼，别真把自己当成记账的掌柜。老头子还是这么傲娇，不过这份跨时空加班费，姑就却之不武了。下老夫不叫屠龙术，只叫杀人剑，能领悟多少，看他们的造化。老先生放心，我给他们提供的员工培训绝对是顶级的。
这就是我真正的班底，不看出身，不看背景，只看对这片土地的忠诚。北京初步定下来了，但根据我的情报，蛮族这次退兵是因为他们内部的蛮神选拔开始了。一旦选出新的蛮王，卷土重来的势头会更猛。蛮王也好，邪神也罢，只要他们敢来，我就让他们成为我凌晨为进阶的垫脚石。从射出到皇子，从求生到主宰，这天武大陆的职场潜规则，老子总算摸透了。下一步，该让那些在京城想让我意外身亡的家伙们，也感受一下被 KPI 考核的压力了。那个废材，那个只会躲在捆宁宫吃奶的九弟，人在北京翻了身，这废聚气镜都收拾不了。大哥，心乱了，刀就蹲了。九弟这次确实让人意外，九龙饶宫之相，或许真的不是虚妄。你少在这装清高，老九如果真的成了事，你那份清闲也保不住。16年前西山狩猎，老九摔泥潭是你亲手拎出来的。那时候他是个累赘，现在他是个对手，在这龙椅面前，没有弟弟，只有挡路石。唉，我送贺礼去镇北关，看他是否长成吞天真龙。在大半夜偷偷给我送糕点的儒雅兄长，这东西是在提醒我，他还没忘记旧情，还是在告诉我，京城的局面已经复杂到连他都要卷入其中。宿主，剪纸内藏有极微小的阵法波动，映射出帝都兵部的最新动向。哼，看来兄弟情是真的，但这刀子也是真的。大哥要断我的粮草，七哥再给我地话。这帝都的职场内斗比北境的蛮子还要精彩。叶凌晨说，北境的生活不能只有杀伐，也要有生活情趣。唉，你这是在练万剑归宗削皮法吗？青芒剑乃是杀敌之器，杀鸡焉用宰牛刀。来，换这把。我自幼习剑，父兄教我的只有杀敌，从来没人告诉过我，这菜刀和剑原来是不一样的。平日里看他总是那般威风，如今见他这般笨拙努力的样子，倒是格外动人。慢点，切到手了我会心疼的。虽然你皮厚，但菜刀会碎。真的好吃吗？这叫混沌风味，很有嚼劲。你若当真喜欢，往后我日日为你做便是。只要是你做的，我便永远也吃不腻。哎呀，殿下，不行了，帝都那边运往北境的玄铁晶已经停了半个月了。现在的生铁纯度太低，打造出的重甲根本挡不住蛮族的碎骨锤。果然，大哥的动作很快。开启本源萃取，正在解析生铁结构，剔除杂质，重组混沌金分子。
这是点石成金。殿下，北境的弟兄们总不能拿着木棍去打仗吧？您可要三思。回去告诉大哥，他在京城玩剩下的烂摊子，我没兴趣。至于玄铁，我北境的铁比他的心硬。想玩供应链垄断？老子自己就是源头厂。不管未来京城如何，我陪你剑指苍穹。大王，沈从容暗桩被拔，蛮神虚影被叶凌尘震碎，此子不除，南下无望。看来大钱的气运全系在他一人身上。他的命，我要亲自来取。有万名勇士生还，助我碎梦古烈！禁忌之术开启，万里冰原将成血海。叶凌尘，这一战你逃不掉。北方煞气成疾和倍数激增，检测到一股针对你个人的因果诅咒正在成型。这不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两个民族、两种文明的生死对冲。殿下说，这叫责任。我是殿下带出来的兵，死也得死在门槛上。不宰的，别废话！九殿下就在后面看着我们。为了大钱，给老子报！这孩子还没过17岁生日。叶凌尘，下令吧。前世加班为公子，今生他们为国土捐命。叶凌尘，你杀我族人，今日便用你的皇族之血祭我圣器。想动他，问过我的剑没有？宿主，这是族群等级的诅咒，唯有以帝王意志方能化解。帝王意志？什么叫帝王？但我懂什么叫守护。
乌土谷，你用生魂祭器，孤便用你的王血祭旗。誓死追随殿下！北境急报，800里加急，挡路者死！父皇，九弟在北境虽有小胜，但毕竟年轻气盛，擅自接管矿脉，若再纵容，恐怕会惹出变故。蛮王乌土古秦律10万精锐来犯，血祭蛮神虚影，欲破镇北关。九殿下夜凌晨，100亿亲征，于白木堡前。好小子，朕让你去魔界，你居然直接把尖锋指向了邪神，这一长随因果，这等霸气，这等果决，真乃朕之种也。恭喜父皇，贺喜父皇！九弟以真武之境逆杀神灵分身，不仅护住了我大前北境门户，更是在蛮族心中种下了恐惧的种子。此等功勋，万古罕见。陛下，九殿下不仅战功卓越，更在战后自废抚恤伤亡。北境将士如今只知有九殿下，不知有蛮王，此乃民心所向，国运所系呀！父皇，此战虽胜，但九弟在奏章中提到的混沌气境来历不明，并且他擅自处决镇北，总督沈从容无视法度，若不严惩，恐生后患。法度，沈从容勾结蛮族，证据确凿。朕还没找他沈家满门抄斩，陈儿杀得好。朕知道有人在后方掐断了北境的补给，但趁儿在没钱、没粮、没铁的情况下，还自己练出了绝世重铠。你们这群坐在金銮殿里锦衣玉食的人，有什么脸谈规矩？九龙绕弓，果然非虚。北境军政大事由他一人独断，任何官员不得掣肘。4九龙镇示意，调遣北境3州兵马，传朕旨意。封九皇子叶凌晨为镇北亲王，见王如见朕。德子，你说这小子随谁？朕当年在边境历练时，可没他这么多花样。殿下天纵奇才，那份沉稳和周全，倒是有几分陛下年轻时的影子。不过殿下那份不爱加班的随性，倒是挺独特。他不爱加班，是因为他看透了权力的枯燥。他杀沈从容，不仅是为了立威，更是为了告诉朕，他有能力接下这副单子。这孩子是在心疼朕呐。父皇偏心，竟然把3州兵马大权都给了他。大殿下，明面上我们不能动，但九殿下这次斩杀了蛮神虚影，那可是蛮族不共戴天的死仇。而且沈家在帝都的旁系，可还握着那个秘密。总觉得老头子在那边给我拉了不少仇恨。当王爷，这虽然薪水长了，但工作强度怕是也要翻倍啊。
北亲王，九龙镇世印，父皇这是要把江山直接递到他手里吗？他一个只会偷奸耍滑的泥腿子，凭什么？大殿下急造士兵加大计，九殿下沾满神夺矿权收军心，这一套快准狠手段，现在的他在父皇眼里是利剑，在百姓眼里是战神。那以先生之意，本王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起高楼。不，他起的是空中楼阁。他最强大的本钱有3：一是那神秘的混沌气劲；2是北境百姓的崇拜；3是苏大将军府的支持。我们只需断其一，乱其2，毁其3。殿下的力量来源不明，我们只需散布消息，称他是在北境地宫挖掘到了，故魔残魂，并以此秘术夺舍。只要圣剑宗那些自诩名门正派的长辈们觉得他是魔道。此外，沈家虽灭，但沈家在北境经营多年，沈从容的私生子沈玄还活着，此子心机极深，以为父报仇的名义，煽动那些曾受过沈家恩惠的搞破坏。好一个阳谋！圣剑宗是婉离母宗，若认定老九是魔，婉离必陷两难。既然老头子给了我亲王的编制，那我就得把这支分公司搞上市。光打仗是不行的。殿下，沈家就不联络矿头，想搞罢工。这种初级的职场斗争，我10几年前就不玩了。去，贴出告示。下，这打一棒子给个红枣的手段，真能行？人性就是如此，贪婪比忠诚更易操控。但这只是开胃菜。这种无稽之谈，定是帝都那边的手笔。九皇子叶凌晨何在？老夫接到密报，尔等在北京东用禁忌魔道杀伐，故自废修为，随老夫回圣剑宗受审。这就来了，这段麦先生的手脚挺快的。陆长老，你说我修的是魔道，证据呢？放肆！你体内的气劲狂暴霸道，根本不是大前皇室的九龙真气，你这还不是魔？陆长老，婉离在此时6载，从未见过殿下行魔道之事，反倒是帝都那些人为了私利不惜引外敌入关。长老，你要看气劲，好，我给你看。但我这功法极其珍贵，乃是父皇私下传授的混沌变异版，已将混沌气模拟为极致变异雷属性真气，并混入了皇室血脉波动。这确实是纯正的皇室血脉引动的力量，只是为何如此强？大家看啊，九皇子在欺骗你们！他为了讨好宗门，要把我们辛苦挖出的灵石全部白送给圣剑宗。大家冲进去，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！舆论战家后勤破坏。段麦先生，这一套连招我给80分，可惜你不知道老子前世是干什么的。你看，这群人里有人在散布谣言，说我要把灵石送给圣剑宗。这种损人利己的计策，不仅毁了我的名声，也坏了贵宗的清誉。你觉得背后的人是谁？老夫虽然顽固，但不是傻子，这是想拿老夫当棋子。
沈玄，你以为你藏得很好？你身上带的腐骨丹味道，在1000米外我就闻到。段买先生派你来，就是为了让你当炮灰的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在大钱的人力资源库里，凡是沈家嫡系，我都有备份。你以为你是复仇者，其实你只是个被大皇子卖了，还要帮他数钱的临时工。九殿下不仅实力惊人，这份胸襟与智慧，老夫平生罕见。回宗之后，老夫定会如实禀报。大皇子那边的说辞，殿下不必担心。婉离，这种算计才刚刚开始，大皇子不会把手，段买先生还会有更毒的招。只要你在，北京就在。是啊，只要核心竞争力石岭和核心团队苏婉离、林晨蔚还在，这场职场逆袭战，赢的终究是我。宿主，检测到极北之地，蛮王乌图谷已完成圣级祭礼，真正的战争要来了。大钱的余晖到此为止了。睡梦开启。别看那柄镰刀，守住心神，想想抚恤金，想想气儿，给我站直了！我在这儿。此圣器以万民生魂为引，能切断百里灵力，凌晨为阵法会失效。这种断网，蛮族下了血本。独孤老先生，守阵书。以建议维持灵力，婉离绿青卵为侧翼切入，用麻雀战术干扰萨满祭坛。你自己呢？我去拆那镰刀，不拆，朕被关称不过2个时辰。老子在北京做了一辈子饭，还没见过这么多畜生。想进关，先问问老子这口刀利不利？殿下说，我们是北境的牙齿，牙齿不断，大钱不灭，杀！我是他的妻子，我是大钱的郡主。我不能让他分心，哪怕魂飞魄散，我也要守住这道防线。叶凌晨，看着你的子民在绝望中哀嚎吧。蜈蚣，这圣器是死人骨头做的，而老子的力量是由万千活人的心跳给的。宿主，这会承包你的神魂。妄说不入地狱，谁带他们回家？
便让这北境荒原成为尔等葬身之地。可能这是蛮神赐予的力量，你凭什么能改写规则？国运所向，尔等来意，不过是塔壁当车。凌晨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今日之雪，铸就永恒；诸位之志，重塑山河。天下，真不带俺们一起进京。曹曼，你是北境的盾，这镇北关没你守着，故在京城睡不踏实。 3000凌晨为随行足矣，其余人马就地休整，粮草管够。带几万人回去那叫造反，带3000精英回去那叫倚仗。前世带团队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一个道理：和新骨干的留在生产一线，宣传不才，去总部领奖。 信仰之力过载，转化混沌灵液进度提升。你现在的一言一行，已能引动大千半数国运。这种感觉，比前世拿全行业年度最佳员工奖还要沉重。这些百姓要的其实不多，一份安稳，一个能为他们挡刀的领袖。 既然我接了这亲王的位子，这 KPI 我接到底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开启正门，迎远军。按理，这京城的风，比起北境的冰碴子，似乎更有毒。有我在，毒蛇进不了你的身。他在北境杀蛮子。 我在京城成了笑话。段麦先生，你说父皇开天书门迎他，是不是已经动了立储的心思？殿下，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。现在全天下都在赞颂他，这未必是好事。老朽这有一招，
名为彭沙。他现在的威望不是很高吗？那我们就推波助澜，让他高到连父皇都感到威胁的程度。散布流言，就说大前气运9分在北，九王之威凌驾天数。另外，沈家虽然在北境到了，但在地都还有一份长线埋伏。沈家先祖曾为开国元勋，手中握有一卷太祖祖训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，在明日的赏赐大典上，逼他交出兵权，入主宗人府，否则就是不忠不孝。听说了吗？九殿下这次回来，不仅带回了蛮王的头颅，还带回了沈家积累100年的宝库。有人说他现在比国库还要富有。功高盖主啊！你看那凌晨卫，只听命于他一人，眼里还有陛下吗？殿下，这些话分明是故意针对您。什么九王当立，简直是诛心之言，属下实在难以忍耐，才会冒失开口。林星在蓝星的职场里，这叫高帽陷阱。把你架在火上烤，看你什么时候。沈家那份太祖祖训，我早就料到了。大皇子这是想用死人的规矩来压活人的功勋。这是圣剑宗传回的消息。大皇子重金聘请了宗门内的执法长老，理由是你利用邪术控制北境。明天的大典，恐怕不仅是赏赐，更是审判。想审判我，那就得看他们有没有一副好牙口，能啃得动我这块混沌金刚石。老头子，你开天书门引我，这道考题我接下来了。老头子，你怎么虚成这样？北京寄回来的血餐，你没吃？混账小子，那是给老头子吃的吗？这你老实告诉朕，你那颗石球究竟是什么？它不是邪物。老大的心术不正。这是沈家那份太祖祖训的真迹副本，明天大点儿，老大会拿它发难。父皇，如果我2样都不选呢？父皇，规矩是死人定夺，
但气运是活人造的。明天我会给您、给大钱造一个新的天。啊哈哈哈哈！朕这把老骨头，明天就陪你疯一把。九殿下虽有战功，但听闻其在北境杀戮过重，甚至不惜以邪法吞噬蛮族生魂。我等正道中人，最是见不得魔道余孽。今日宴会，老夫倒要看看这位镇北亲王。陆庄主慎言，九弟毕竟是父皇亲封的亲王，纵有失察之处，也轮不到江湖同道议论。在北境，蛮王乌图古也对我说过，他的骨头被我拿去喂了坐骑，你想试试吗？九殿下，你这是要与整个江湖为敌吗？他那36岁的老社畜灵魂里，满是对这些兼职场次偷偷的蔑视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尔等是大钱之水土，却想在大钱的土地上开法外之地。
一个对付这些甲方心态的宗门，就得用最硬的 KPI 拳头，告诉他们谁才是这个项目的总承包商。莫长老，你也看到了，叶凌琛如今目无王法，连我这个长兄都不放在眼里，更何况是宗门。他那一手暗金真气，绝非皇室正统，定是魔道魔蛇。老身已经查过，婉离那丫头对他迷了心窍，竟然帮着他隐瞒。明天的大典，老身会开启照魔古镜。若他真有魔根，届时老身会以此为由，强行带走婉离，并废除他的修为。不仅如此，江湖上那几个不入流的杀手组织血河门、断刃堂已经收了钱。明天大典时，他们会伪装承受难的北境百姓，控诉叶凌琛屠城灭，三管齐下，他必死无疑。只咒叶凌琛修炼魔功。宗门给了我剑，但凌晨给了我命。若这世道要审判他，那我的剑便先审判这世道。婉离，莫清霜，那个老巫婆是不是威胁你了？你不怕吗？明天可能是整个京城都在反对你。前世我做错一个方案，就有全公司的项目经理盯着我批斗。这种场面我见多了。明天，我不仅要让他们闭嘴，还要让这江湖从此以后只听大钱的。殿下说了，今晚进城的苍蝇，一个都不能漏掉。既然反派想玩民意压制，那我就给他们表演一个君权神授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九皇子北京立功，赏良田万顷，黄金万两，赐府邸一座，即刻领旨谢恩。领旨谢恩。慢着，父皇，儿臣有本启奏。根据大前太祖祖训，凡握兵者，若无子嗣流经，则不得受封亲王。如今未成婚，无后嗣，若封亲王，是对祖制的不敬。
九皇子叶凌晨所杀，蛮民数以万计，其真气浑浊，疑似魔种。老身今日请命开启照魔镜，若有魔气，兵权要交，命也要下。让我看看你如何破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祖训，好一个魔气！尔等所谓的祖训是定给弱者的，而尔等所谓的魔气，是因为尔等太过弱小。大前太祖，若是知晓后世子孙如此臣服，定会气得从皇陵里跳出来。今日我叶凌晨不立祖训，我立的是天道大气。凡我大前子民，修真者护国利民者生，破兵者守土拓疆者丰。依据由强者而定，大前皇权，皇权至上，不拜神服，不畏祖规。兵权，孤就在这里，谁敢来接？婉离以前在北境，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回京城过几天，这种不加薪、不加班的日子。如今真回来了，反倒觉得这京城的空气里藏着的算计比北京的风雪还要冷。你今日在大典上震碎祖训，立下天道大气，现在全京城的豪门都把你当成眼中钉，这种下班怕是暂时的。等等，混沌失令解析。这气息，我曾在大皇子府邸的方向感知过。这种力量不属于天武大陆已知的任何正道或魔道，它在吞噬生机。想走？一个只会玩弄权术的大皇子，怎么可能请得动那种层次的萨满，还能搞到太祖祖训的真迹？原来是有外资注入啊！这个十月殿，恐怕就是大前王朝背后真正的寄生虫。接下来怎么办？
先回府，这潭水比想象的深。父皇封他为王，天道为他背书，可我什么都没有。那些江湖宗门现在见了他都像见了亲爹一样，这就是你说的阳谋？大殿下，老朽的谋略在绝对的实力面前确实受挫。十月殿的筹码才刚刚摆上牌桌，大皇子，你不必介怀。叶凌晨体内的那个物件，是我殿寻找了1000年的混沌原石。他在大殿上动用的天道之力，不过是寅吃卯粮，强行透支了大千未来100年的气运。只要你签下这份血月契约，将大千3州的生魂献祭，我殿便能赐你誓约神髓，让你在一夜之间跨入黄极境。黄极境，那是大前皇帝叶擎苍如今的境界。一旦签了，本王统治的就不再是大前，而是一片死地。要么成王在废墟上主宰苍生，要么成为叶凌晨脚下的烂泥，被史书唾弃万年。沈家勾结蛮族，是为了利用蛮族的血祭阵法，激活始月殿留下的祭坛。大皇子针对我，是为了通过打压我来维持世月殿对皇权的渗透。他们要的是整个大前的气运和生机。就这种模式，像极了前世那些恶意做空市场的金融大鳄，最后要把所有散户吃的骨头都不剩。如果世月殿真的渗透的这么深，在朝堂之上，恐怕不止一个沈从龙。这就是我最担心的，老头子身体越来越虚，恐怕也跟这世月殿脱不开干系。他们不仅要我的混沌石，还要这整个人间的控制权。婉离，传信给曹满，让他在北京暗中调查所有古老祭坛的遗址。我们得在他们发动总攻前，先断了他们的现金流。殿下，不对劲。誓约已归，送九亲王入轮回。这些人的身体是虚幻的，不是虚幻，是他们在利用某种法门，将自己的存在感在高维度与低维度之间快速切换。婉离，这叫概率重叠体，不要硬看。
这些隐为没有神魂，是生化傀儡。大皇子想当傀儡皇帝，世月殿想吃掉人间。这场博弈已是大钱存亡，我这退休生活彻底没戏了。晨儿，那一晚的影卫自爆，你应该看清了。那不是人类的手段，是世月殿的影子。父皇，看来这局棋您已经下了很久。沈家、蛮族，甚至老大，其实都是这沙盘上的弃子，对吗？朕自登基以来，便察觉到有一股阴冷的气息在蚕食大钱的根基。朕体内的毒，并非老大的手段，而是十月殿的鸣冤之气。他们将朕作为祭品，想通过朕控制整个大钱的皇朝气运。朕只能借病示弱，引蛇出洞。不愧是老头子，这哪里是养老的昏君，分明是躲在阴影里盯了对方10几年的老猎人。晨儿，朕要你走出皇城。名义上是为朕去各州郡和察军乡安抚民生，实则是作为朕的巡天检校。把朝堂上那些已经烂掉的骨头一根根剔出来。朕会给你特权，凡涉及世月殿者，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父皇是怀疑满朝文武中早已有人被调包了。那一晚伏击你的影卫，身上带着兵部的调令残影，这说明帝都的枢纽中心已经漏成了筛子。朕需要你在明处吸引火力，朕在暗处利用你的动作，看看究竟谁才是那条最大的毒蛇。老头子，您这盘棋儿臣接了，但这出差的费用，您可不能克扣。凌晨，这空气不对，没有生活烟火气，反而有一股浓郁的血腥味被强行遮掩。走，去朕中心的祠堂。谁敢打扰本官进补？
你识大前逢驴，竟以此等邪术残害治下百姓！大钱，大钱已经是过去式了。等血月降临，整个人间都是祭坛。石灵锁定他的身份，我要知道这阵法是谁布下的。解析完成，此为10月百魂阵，主阵眼位于帝都兵部右侍郎府中，此官员名为张贺。混沌遮天手3式，击灭。婉离，我原以为他们只是想当老板，抢生意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他们是想毁了整个市场。竞争对手1秒钟都不能留。混账！谁破了老夫的牧场？张大人，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呢？九殿下，您不是去外州巡查了吗？擅闯重臣府邸，您可知道这是何罪？父皇说，见此令如见大前天威。张大人，孤在青石镇看到你那位属下吃得很欢。微臣不知殿下在说什么。青石镇之事，微臣毫不知情。哼，张大人，不要用你那点可怜的智商来挑战我的职业操守。你这里的每一卷宗卷，在我眼里都是透明的。去年的北境战损名册，上面记载了3万名失踪士兵，由于尸骨无存，全被列为阵亡。张大人，3万名士兵，加上他们的家属，近10万生魂。你把他们贪墨到哪里去了？你不是人，你是魔鬼！魔鬼？不，我只是个比你更专业的审计师。老头子，第一个目标锁定了，接下来的动作可能会有点大，您可得坐稳了。凌晨，接下来去哪儿？兵部大库，那些消失的士兵，如果没死，一定被炼成了某种怪物。我们得在他们发动之前，找到产品仓库。
根据张贺口供中残留的坐标，那3万失踪士兵的仓库就在这下面。检测到极高浓度的迷约腐死气，地底空间跨度约3000丈，生命特征异常，存在大规模生物兵器改造迹象。前世那些黑心工厂并不是压塌我的命，这工厂是在拆解我。我们不动快点！大皇子那边催得紧，誓约影卫的数量还差5000，血约降临前必须完工。这就是大皇子的筹码，用我大前僵尸的血肉去填他那无敌的野心，竟然敢把活人炼成这种怪物，简直丧心病狂！谁在那里？姑是来给你们结算工钱的人。皇子，主人说你是个猎色，今日看来，不过是这万千祭品中比较强壮的一个罢了。凌晨，这些泡泽已经没救了，他们的灵魂被禁锢在肉体里，求死不能。既然回不去了，我便送你们一场，顺便送这些杂碎下地狱！大殿下，这神虽能让你提前触碰到黄极境的门槛，但副作用是你会逐渐失去人类的情感。这股力量可还合你的胃口？情感，那种虚伪的东西，只会让本王变得迟钝。本王要的是力量，要的是叶灵尘跪在本王脚下，要把父皇那把龙椅彻底染黑。大殿下，不好了！落魂谷那边失去了联系，九殿下恐怕已经……谁允许你直视本王的眼睛？殿下，我是……你只是本王的养料，你的血会成为我通向王座的阶梯。德子，你听到了吗？陛下，奴才只听到了风声。不，那是真的大儿在哭，也是真的僵尸在嚎。朕原以为老大只是心狠，却没想到他竟然敢引进誓约入体。
真的儿子了。这儿，快一点儿！真这一口气，怕是撑不到血月升起了。凌晨，石灵搜集到什么了吗？这是一个名为“血月升天”的宏大计划。乌土谷的失败只是为了消耗北境的气运，沈家的贪腐是为了给这些地底工坊提供掩护，而最终的目的是利用大皇子这个容器，在大典后的第15天，也就是血月之夜，献祭整个京城100万生灵，强行打开明园大门。这种玩法，就像是把一个国家当成抵押物去向恶魔贷款，最后还要把所有担保人、百姓全杀了。大皇子不是疯了，他是被彻底洗脑了。谁要啊？是高兴事！这些当官的都是魔鬼！你们在北境杀人，现在回来要杀我们！不仅仅是针对我，检测到京城地下水系已被投毒，熔岩粉末正在全城扩散。这种低剂量的污染会在血月降临时瞬间爆发。诸位，我知道你们中有人是为了理想，有人是为了忠诚，有人是为了活命。但现在，我们面临的不再是朝堂之争，而是种族存亡。大皇子已经变异，噬月殿已经入关。明天就是血月之夜，曹曼，你率领臣卫守住四方水源，凡是屠头毒者，杀无赦。独孤老先生，请您镇守皇宫外围，保护父皇。老夫明白。林星，你随我去大皇子府，我们要去见见那位即将登基的魔鬼。那我呢？你跟我走，我们的魂约不能在这个浑浊的世界里烂掉。前世我加过很多班，但这一次是为了老子自己的世界。既然他们想看血月，那我就给他们表演一个金乌逐月。诸位手足，为何不食？大哥，深夜召我等前来，若只是为了这顿家宴，恐怕不合规矩。父皇病重，我等理应在宫外守候。父皇已经累了，从今日起，大前的规矩由本王来定。签了这同命血契，你们依旧是尊贵的王爷，否则，北境那些失踪士兵的下场，便是你们的归途。
诸位爱卿，也曾在大典上为本王摇旗呐喊，现在想退缩，晚了。明日血月升天，本王要登基称帝，若有反对者，灭九族，炼生魂。你这是在引狼入室！你是要把老祖宗的江山卖给魔鬼！老祖宗，在这股力量面前，老祖宗也得跪下。殿下，大皇子府邸已被紫灰色迷雾封锁，诸位皇子与近半数朝臣被软禁其中。我们派出的探子无一生还。大哥这是在孤注一掷。他知道我在查洛红谷，也知道父皇已经对他动了杀心。他想在血月之前，通过控制人质，强行锁死京城的防御阵法，让我也无法轻易调动京郊的禁军。凌晨，我们必须突袭。如果那几位皇子被害，大钱的法统就彻底断了。不能硬闯，他现在是半步黄极境，配合世月殿的阵法，传令给曹曼，让他律凌晨为放弃水源防守，秘密潜入兵部武库，切断地下的真气输送管道。我要让他的血月祭坛在启动的一瞬间，因为灵力供应不足而产生断档。既然他想加这个邪班，我就先断了他的电。父皇，您还没睡呢。凌空，你终于还是踏入了那一步。朕这把椅子，就真的让你如此着魔吗？不，父皇，是您太吝啬了。老九一回来，您就把兵权、地位权给了他。您口口声声说为了大钱，其实您心里从未真正认可过本王。既然您不给，那本王就自己拿，顺便用您的命去祭我的血月。您的这口真龙气劲，将成为我突破黄极境的最后一级台阶。凌空，朕给了你命，给了你命，唯独给不了你一颗忍者之心。灵气断了，大钱的天塌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皇权、国道皆入我手，天下终于是本宫的了！哈哈哈哈哈！
父皇临行前给我的焚龙圣旨里说过，如果天塌了，就让我去造一个新的天。他用命为我争取了最后12个小时。如果我带着愤怒去送死，那才是真正的输了。九殿下，求见九殿下！大皇子已经疯了，在查抄我们的金库，用于祭祀。求殿下指条明路。明路只有一条，所有人听令，将家族储备的灵石全部运往京城东南的玄武阵营，那是唯一一处还没被污染的净土。你的人不需要战斗，我只要你们用所有的财富，给我拖延血月彻底圆满的时间。好，再苦再难，陆家也要陪殿下赌这一把。殿下，武库已占领。曹统领发现了大皇子在地下铺设的万人古桥是被血祭的士兵尸骨，作为大阵的导流槽。万里，我这一辈子，前世活得累，今生想活得真。明天过后，如果我还在，我们就回镇北关；如果我不在了，你就带着凌晨卫回圣剑宗，永远别下山。如果你不在，这人间便再无风景。凌晨，那一剑，我会陪你递出去。既然你不当人，那我就替这天下收了你这个孽障。叶凌晨，你终于来了！看看这人间多美！只要再献祭100万人，这方世界的意志便会崩塌，本王将成为新秩序的造物主。众将士听令，为了大钱，随姑冲锋！殿下，走！别挂了，杀了他！殿下，去祭坛，这里交给老夫。没用，叶凌晨，
你以为你有混沌石就能逆天？你的所谓正义，在绝对的吞噬面前，脆弱的像张废纸。还没到下班的时候，我是项目经理，烂摊子，我必须收尾。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吗？不，这不是在加班，这是我的世界。我要守护的不是 KPI， 而是那些爱我的人。去死吧，九弟！拨动他！想杀他，先放过我的师傅！婉离。叶凌空、殷奎，你们谈论力量，却不懂什么叫永生。这一仗是替北境将士打的，这一支是替父皇，这一幕是还给这天下的。我不甘心。请西王殿下登基，统御四海，重振大前。这活儿太累了。嘿嘿嘿嘿。老七，这江山以后归你了。曹门、林星、独孤老先生都会帮你，你比我更适合在这笼子里待着。孤家了一辈子的班，现在该去陪我的郡主看看这万里河山了。凌晨，我们去哪儿？去蓝星，去一个更远的地方。石令告诉我，那里有新的世界，也有回家的人。